被毛泽东戏称为好战分子的陈赓，从与法军的对峙中刚刚抽身，又再次投身战火之中。而面对联合国军的撕裂行动，彭德怀将怎样排兵布阵，化解危机？麦克阿瑟碰上彭德怀，余亮之争结局如何？美军大将如何黯然下台？热血1950之山雨欲来，传奇中国精彩奉献。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这里收藏着国内最多的抗美援朝文物。在这个大屏里，当年使用过的各种大型武器迎着风雨默默伫立，一如大战之前。时光轮回，物是人非，当年的战士们却不知身在何方。在大屏一端，有一队气势恢宏的战机群，其中一架图2轰炸机是当时解放军拥有的最为先进的战机，但受实力所限，在朝鲜战争初期，这种空中霸王并没有投入战争，它更多的是在国内执行其他飞行任务。而他最为著名的乘客，即是时任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从现在开始看中国，这里是传奇中国。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十分的严峻。面对这样的局面，北京的决策层迅速做出决定，让已经进入朝鲜的杨得志19兵团要尽快赶到前线，立即由西南军区组建志愿军3兵团入朝参战。只是由谁来担任3兵团司令员呢？当时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拥有3个整建制兵团，那么即将入朝的志愿军3兵团将由谁来担任司令呢？即将率领志愿军第3兵团入朝的不是别人，正是陈赓。与其他人稍有不同的是，陈赓的参战更像是没事儿找事儿干。毛泽东曾经跟金日成这样说道：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我汇报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去朝鲜。我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和美帝打，他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他已经在日记中已经显示，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很关心，很长一篇日记。陈赓主动申请去朝鲜，为何被毛泽东称为好战分子呢？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是一张拍摄于1950年的照片，地点越南北部山区。右边穿着背心的人就是陈赓，而旁边那位叼着卷烟的人正是越共主席胡志明。照片上的人，一个虚怀若谷，另一个气定神闲。1950年，打了3年的越南民族独立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胡志明向中国提出紧急援助的请求。7月19日，陈赓秘密赶赴越南，以总顾问的身份指导越军对抗法国。陈赓由此成为我军历史上第1位走出国门作战的高级将领。为什么派陈赓去？这个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当时是有很深密的考虑的，只能陈赓去，是吧？一个呢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呢，陈赓和胡志明在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朋友，很熟的。第二呢，陈赓是进军云南的，是吧？他当时云南军区司令员嘛，那挨着这个越南最近。第三，他仗打。面对越南的困局，陈赓很快找到了破解办法。他将眼光瞄准了法军封锁线，连接七溪、高平2个重要据点的4号公路。1万余名法军正沿着这条线，将越共根据地与中国后方的联系彻底切断。失去中国后方的补给，越共根据地在法军围剿中危在旦夕。陈赓认为，
只要拿下东西，那么高平七夕之敌必将首尾难顾，边境封锁也将不攻自破。陈赓当时跟越南人民军的这些将领们是有分歧的，他们不赞成，也不懂，同时又不太服，以为你中国派个大将军来就这么厉害。陈赓就是认真的教育，认真的劝导他们，说必须要这么做。接下来，越南人民军的将领们亲眼见证了奇迹的发生。1950年9月16日拂晓，越军在陈赓指挥下开始进攻东西据点，打响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边界战役。让陈赓没有想到的是，只有不到300法军驻守的东西，却让近万名越军大伤脑筋。那个不大这么一个镇子啊，越南人民军打了3次，他打进去，不能打进去，还没懂怎么交火，还没进入一个法国的核心阵地。天亮了，法国的空军就来轰炸了。啊，越南人民军又特别害怕法国的空军轰炸，就赶快撤。所以这个是陈赓发脾气，说你不要撤，你赶快往前冲。你跟法国军搅和在一起、扭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空军就失去了威力了，他不能乱炸他，炸到他自己了。9月19日早晨8点，越军终于攻克东西，歼灭守敌267名。这个成绩让越方将领很感兴奋，据说这在他们的作战史上还是第1次。他在这个越北山区，建立的一条防线给他全部消灭了。法军剩下一点残余部队狼狈逃窜。前所未有的战果使越南人民军信心大增。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陈赓又指挥越南人民军总计消灭法军8000多人，一举扭转越北战局。陈赓在10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胡今日反中央，对我工作甚表满意，为超过他们所预期要完成的任务。”历史就是如此巧合，就在这陈胡2位把酒言欢的同一天，秘密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1枪。中越两国关系后来跌宕起伏，但中国在越南独立战争期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不容抹杀。这其中，陈赓功不可没。尽管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谁都知道首先要做的是发展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接二连三的战争却让中国的天空上将星璀璨。毋庸置疑，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1950年11月，圆满完成援越任务的陈赓启程回北京述职。北上的路上，他方才得知我军已经在10几天前入朝参战了，这让陈赓兴奋不已，竟然连续2天都失眠了。一回到北京，陈赓在汇报完援越事宜之后，立即向毛泽东提出要去朝鲜看看。毛泽东大笑，说陈赓真是一个好战分子。他立即任命陈赓为军委考察团团长，前往朝鲜战场考察战况。于是，刚刚打完法国人的陈赓，又踏上了去朝鲜战场的路途。被毛泽东戏称为好战分子的陈赓，从与法军的对峙中刚刚抽身，又再次投身战火之中。而面对联合国军的撕裂行动，彭德怀将怎样排兵布阵，化解危机？麦克阿瑟碰上彭德怀，余量之争结局如何？美军大将如何黯然下台？热血1950之山雨欲来，传奇中国精彩奉献。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欢迎回来。陈赓和彭德怀是同乡，
革命战争年代里，陈赓又长期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作战，两个人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陈赓的眼里，彭德怀是一个铁汉心肠但不失慈父关爱的同乡大哥；在彭德怀的眼里，陈赓是一个活泼开朗并且作战果断机智的小老弟。有关这二人的轶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据说，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路过陈赓的驻地，刚好赶上饭点儿。深知彭德怀脾气的陈赓立即安排厨房做了2碗萝卜青菜招待彭德怀，自己却借故走开了。正开心吃着饭的彭德怀见陈赓突然不见了，立即就去找，结果在厨房里看见陈赓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肉。彭德怀怒火中烧，一把抢过烧鸡塞进自己的口里，还大骂陈赓：“好东西只留自己吃。”等一桌子好菜吃了一半了，彭德怀才缓过了神儿，明白是上了陈赓的当。原来，彭德怀一向朴素，不肯特殊化，在艰苦的作战中，身子早就走了样。别人想给他补点营养，他还大骂人家一通。陈赓只好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激将法。1950年12月底，陈赓率军委考察团到达朝鲜志愿军司令部，见到了老首长彭德怀。据说，彭德怀对当年陈赓不给自己鸡吃这一事儿一直耿耿于怀。他和陈赓见面之后有这样一组对话。彭德怀说：“陈赓，你来朝鲜干什么？收拾完法国佬，又来收拾完美国佬？”陈赓说：“老总，好吃的也得留点给我呀。”于是二人抚掌哈哈大笑。尽管开场白很轻松，但陈赓很快感受到了另一种悲伤。那时候，这个2次战争也打完了，彭德怀还沉浸在这个对毛岸英同志牺牲这个悲痛之中。去了以后呢，彭德怀向他倾诉自己心里的苦闷。当时，志愿军没有制空权，即使是相对处于后方的志愿军司令部，也要时常面临着敌机的威胁。1950年11月25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仅1个月的时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就在敌机轰炸中壮烈殉国，年仅28岁。他在彭老总以后，我说办公室人呐，除了高瑞先同志回答没跑出来以外，我说都出来了。这什么？彭老总当时已经都惊呆了，就是什么，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什么？你看这是什么情况？毛岸英之死，对彭德怀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但在繁忙的战事中，这位身负重任的3军统帅却不能对下属流露一点情绪，只能将那无人倾听的痛苦深深地藏在心中。这种压抑一直等到陈赓到来后才得以释放。陈赓当年是如何劝导彭德怀的，人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陈赓的到来的确给彭德怀不少帮助。当时志愿军已经胜利结束了第3次战役，攻克了汉城，但却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之下，彭德怀却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双方的争论甚至惊动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中央派遣的考察团团长，陈赓在进行实地观察之后，坚决地站在了彭德怀一方。他回国后非常明确地向中央表示，以眼下志愿军的兵力和薄弱的后勤保障，如果贸然进攻，将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他再次提出申请，希望带兵赶赴朝鲜。1951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3兵团司令兼政委，立即开赴朝鲜。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灵境胡同42号。1951年3月，陈赓将家人安顿到这里，并准备立即奔赴朝鲜前线。没想到腿上的旧伤却突然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整个这个过程，我爸是过得比较苦的。2次，这个旧伤复发，
一次4个月，发了4个月，这个我倒有点印象了。就到大连去养去了，休养去了，弄了一大堆苏联专家来给他治他这个腿。一心要去朝鲜的陈赓无奈地住进了医院。与此同时，美军高层正获得一个绝密情报：中共第4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调离朝鲜，任命彭德怀为入韩共军司令员。而这时，刚刚在北京争取到更多支持的彭德怀，的确就在返回朝鲜前线的路上。今年85岁的孟兆辉是国内著名的朝鲜战争研究学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50年3月，彭德怀从国内返回朝鲜前线时，正是孟兆辉负责中途迎接。路上我们组织负责这个道路畅通，是吧？安全，是吧？还有就是空中的安全，是吧？说空中安全问题就是怎么躲飞机，怎么搞这个。回想起当年这件特殊任务，孟兆辉至今心有余悸。我们担心的是，如果遇到空袭怎么办啊？说的给干我的防空，他不干了，啊，不干，这过了俺们那个下边的房子里面靠你山洞，知道吧？这样才有点解决。我只说我们这个心情，对不对？就是说被执行一个这个做100个那个作战任务，心情还紧张，就在这里。在当时，联合国军发起的撕裂行动仍在进行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在逐次向北撤退，唯独彭德怀的这支小车队仍然在向着最前线前进。回到这次，这才心才放下，啊，才放下。彭德怀进一步明确了向后撤退的命令。这时，由杨得志率领的19兵团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在第2次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宋时轮第9兵团也完成了休整。陈赓虽然住了院，但他的第3兵团还是在副司令人称疯子的王近山的带领下，即将进入朝鲜。一时间，彭德怀手中兵多将寡，他准备给李奇微送上一份大礼。那么，彭德怀究竟有何计划？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彭德怀、邓华、陈赓、宋时轮、杨得志又将有何精彩表现呢？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被毛泽东戏称为好战分子的陈赓，从与法军的对峙中刚刚抽身，又再次投身战火之中。而面对联合国军的撕裂行动，彭德怀将怎样排兵布阵，化解危机？麦克阿瑟碰上彭德怀，余量之争结局如何？美军大将如何黯然下台？热血1950之山雨欲来，传奇中国精彩奉献。在当时，彭德怀最大的对手就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两军相逢勇者胜。所幸的是，尽管装备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彭德怀还是在对抗中赢得了上风，这也让目空一切的麦克阿瑟颜面无光啊！他时刻不忘要给彭德怀以教训，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表明他与共产主义的势不两立。但是麦克阿瑟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执着，让他失去了亲自报复对手的机会。1951年4月6日，麦克阿瑟被免去了联合国军总司令一职。麦克阿瑟一向自诩是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但他一定没有看过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否则在离职的时候，他或许也会长叹一声：“既生瑜，何生亮。”
麦克阿瑟其实很清楚，他的下台与美国国内政局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顶头上司，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正在积极争取下一届连任。他的眼里只有美国民众手上的选票。战争如果顺利，他将赢得选举；否则，连任的希望将会十分渺茫。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在朝鲜大动干戈实在毫无必要。可当他们看见美国小伙子们在战争初期顺利地挺进到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也发自内心的高兴，毕竟那是自己人的胜利。可当中国军队将这一形势逆转的时候，他们在震惊之余，更多的也会反思：美国花费巨资牺牲如此之多的年轻生命在朝鲜是否值得？很多人开始抱怨政府不应该去参战。国内的民意变化也让杜鲁门开始摇摆不定。对他来说，前线的失利无疑会让他丢掉大量选票。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视荣誉为生命的麦克阿瑟一样输不起。于是，他们进一步加强在朝鲜的军队实力。很快，他们发起了反击。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又让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重新陷入焦虑。我们是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以空间争取时间。空间争时间什么都是这个地段时间，把时间第二梯部队上来。杨凤安所说的第二批部队，正是杨得志和陈赓这两位将军指挥的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计6个军，近20万人。事实证明，这批新入朝的中国军队不仅有能力阻挡联合国军队北上，也有能力突破联合国军队防守，向南进攻。面对这样一支永不言败的军队，杜鲁门犹豫了。如果继续纠结于这样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美国人民肯定不高兴。他们手中的选票还会投给自己吗？杜鲁门一度想到了和谈，他给中国的条件是答应中国重返联合国。没想到这样的建议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你的任何口头承诺，像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是绝不会轻易相信的，而且他认为是不会实现的。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是这样一个原则，你是必须首先剥夺台湾当局的联合国资格才行，但是这种承诺又没有，怎么能相信？尽管被中国人拒绝，很没有面子，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杜鲁门并不打算将远东的战争升级。对他来说，既然无法保证朝鲜战争的胜利，那就应该考虑一下，以哪种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才更体面，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选民的支持。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高瞻远瞩，麦克阿瑟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位。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堪称完美，即使是在猛将如云的美军中，也很少有人能盖过他的风头。因为除了显赫的战功，麦克阿瑟还有一项别人永远也学不会的本领，就是善于和媒体打交道。据说，在那个时代，即使资讯传播很不发达，全世界也有一半的人会认识这个喜欢拿着大玉米烟斗在那里夸夸其谈的面孔。还是在仁川登陆的时候，有美军向这位将军提问道：“如果中国干涉怎么办？”麦克阿瑟会大笑说：“如果他们干涉，他们会血流成河。”可不久后，中国军队果真参战了，但一败涂地的却是麦克阿瑟。于是，这个视荣誉为生命的职业军人发誓一定要想尽办法打败中国人。只是他的办法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He started to lose some of his luster, particularly in Europe, who felt that this was a madman who was going to be slinging atom bombs around. And he certainly had lost his luster in the White House and over i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麦克阿瑟并没有在意别人对他的反感，他一如既往地呼吁要赢得朝鲜战争，只能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袭击，甚至不惜动用原子弹。而他的总统杜鲁门
却是在竭力避免远东战争升级，以保证抽出足够的实力去保护欧洲，进而保住那珍贵的选票。于是，两人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1951年4月5日，麦克阿瑟再次激怒了杜鲁门。他在给一个议员的信里提出这样的观点：第一，要利用中国台湾的军队参与。尽管杜鲁门表现出挥泪斩马谡的痛苦，但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别有用心。显然，杜鲁门在推卸责任，这是政治家惯用的伎俩。出现差错的时候，他总要找一个人。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对于麦克阿瑟的免职命令刚刚出炉，无孔不入的美国媒体就获知了这一重大新闻，并在第一时间发布。于是，当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麦克阿瑟本人还被蒙在鼓里。他说：“就这样，在与彭德怀的比拼当中，麦克阿瑟败下阵来。这位二战时期美国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与其说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如说他是被中国人打下去的。”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续写下一段余亮之争传奇的，是李奇微。与他的前任相比，李奇微少了一些狂傲，多了一些耐心和冷静。他准确地看到了中国军队由于后勤补给的薄弱，每次大规模进攻只能维持7天的缺陷。于是他的策略就是，当中国军队进攻时，联合国军各部逐次后退，不给志愿军穿插包围的机会，只是保存自己并消耗对手的弹药和有生力量。7天过后，联合国军马上反击，因为这时的志愿军弹药奇缺，联合国军可以占到极大的便宜。这多少有点中国兵法中所说“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意思。李奇微没有料到的是，他刚刚上任就将遭遇志愿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这次，他能逃得过去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